这是范德林德邦最后的辉煌，纵然是日落黄昏，也要光芒万丈。昔日的豪情与狂野，在这一刻尽数绽放。就在不久之前，营地出现2个陌生人，他们是麦卡为自己新招募的枪手。为了此事，亚瑟和麦卡差一点吵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飞鹰带领大批印第安人忽然闯入，他来是为了寻求达奇他们的帮助。原来军方为了石油杀死了他的族人，飞鹰是要为他们报仇雪恨。紧接着，洛雨也及时赶到，他想要阻止飞鹰。他说自己已经失去了妻儿，还有无数的族人，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最后的儿子以及这许多的大好年轻人去送死。但已经被仇恨充满的飞鹰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些话，他带着大批的人马冲了出去。没有办法，洛雨再次寻求亚瑟的帮助，请他救救自己的儿子。得知亚瑟之前曾经帮助过洛雨，达奇心存不满，他认为亚瑟不忠于自己，但眼前战事要紧，于是达奇率领帮派核心成员尽数出动。达奇之所以这么痛快答应去帮助飞鹰，他的目的有2个，一个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印第安人与军方的冲突，以此转移政府的注意力，到时他们的帮派就会安全许多。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拿到康沃尔炼油厂的债券，这些债券可以换一大笔钱。很快，达奇带领众人来到炼油厂，而此时飞鹰和他的族人已经深陷敌人的包围之中。达奇一声令下，众人冲向敌人，帮派的众人个个都是武力担当，转眼之间就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。接着，亚瑟和沙迪一路冲锋寻找飞鹰，终于在最危机的时刻救下飞鹰一命。飞鹰担心自己族人的安全，他请求亚瑟帮忙找到他们，但此时他们正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，根本就顾不上这些，眼前还是全力突围要紧。就在他们杀了一波又一波的敌人之后，又有一大批敌人坐着火车赶到此地，并且还用上了重型武器，瞬间就压制住了帮派这面的火力。只见亚瑟不慌不忙掏出拉栓步枪，只一枪就结果掉马克沁机枪手。紧接着，帮派成员与印第安部落汇合在一处，战斗力立马提升100倍，很快就把敌人消灭殆尽。接下来，达奇让帮派其他成员先回去，他和亚瑟则留下来寻找债权。达奇带着亚瑟进入炼油厂大楼，然后来到2楼的办公室，找到他心心念念的债券。想到这些债券可以卖上几千美金，达奇真是高兴坏了。自从黑水镇逃亡以来，达奇策划了多起抢劫案，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，他的自信心备受打击，于是他不停地制定苦难，就是想要挽回自己作为首领的信心与威望。就在2个人准备撤离时，亚瑟不小心被蒸汽烫伤，紧接着被赶来的士兵扑倒在地。亚瑟请求达奇帮他，没想到达奇却选择丢下他，一个人逃离此地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飞鹰及时赶了过来，结果掉敌人救下了亚瑟。没想到菲沃斯突然出现，一枪射中飞鹰，亚瑟连忙开枪干掉菲沃斯。眼见飞鹰身受重伤，亚瑟骂他是个蠢货，说他实在不该来救自己。飞鹰却说自己的命是亚瑟给的，他必须还给亚瑟。亚瑟扶着受伤的飞鹰走了出去，等见了达奇，亚瑟指责他抛弃自己，达奇却矢口否认，说自己没做过这种事。看着眼前的达奇，亚瑟感到陌生，他再也不是那一个永不抛弃别人、锄强扶弱的首领达奇了。接下来，亚瑟没有选择跟达奇回营地，而是准备把飞鹰送回保留地，将他交还给洛雨。等到了印第安营地，飞鹰早已奄奄一息，洛雨早就料到会有如此的结局，眼见自己的儿子死在眼前，洛雨心痛不已。这一次印第安部落可谓损失惨重，酋长洛雨不单失去了最后的儿子，部落里还损失一大批热血的年轻人，眼下部落更要抓紧撤离此地，免得被军方报复，等到那时可真要亡族灭种了。查尔斯决定留下来帮助他们，亚瑟也想留下来，查尔斯却说他应该回去，因为帮派里还有人需要他的帮助。于是亚瑟骑上马准备赶回营地，没想到在路上亚瑟的身体不堪重负，疾病发作摔倒在地，还好他被好心人发现，带回家中救治。真是好心人有好报，这一家正是之前亚瑟帮助过的德国人一家，现在他们反过来帮助亚瑟。但亚瑟实在是挂念帮派里的同伴，于是就辞别德国人一家，再一次骑上马赶往营地。